最近有很多新闻呢，让很多人都是吓到手抖脚抖，觉得说是不是要把钱存在妈妈的这个 Melody 里面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OTP 没有收到 ，APK 没有 download， 但是钱就被转走了，到底是怎么会发生的呢？今天我们来整理了3大重点，该做的事情和不该做的事情，让我们看下去吧。首先，第一点，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够细心？你的戒心够不够强？你有没有确保你的信用卡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范围呢？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你在餐厅刷卡啦，你去酒店的时候 check in 啊，有没有确保这个信用卡一直都是在你的监视之下？因为有一种犯罪手法呢，是这一些犯人啊，或者是嫌犯呢，他们就会准备一个数据读取机，在你没有注意的时候，除了帮你刷卡之外，还会把你的信用卡放在这个数据读取机去窃取你里面的所有的机密资料，他就会用这个数据去盗刷，可能在其他地方呢去消费等等。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要我们自己去留意的，尤其是像加油站的时候，你想一下，你把卡给他，讲说要打 full tank， 然后呢你就去打 full tank 了之后再来给钱，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你都不知道你的卡经历了什么东西。所以记得，你的信用卡不可以离开你的视线范围。第二点就是 APK App， 那你一直听到我们讲说 OTP 啦、APK 啦，来Uncle Auntie，什么是 APK？ 那你想一下，我们要下载一个 App 呢，就是要在我们的手机里面通过官方认证。你是 Android 的朋友的话呢，就是 Google Play Store； 如果你是 Apple 的用户呢，就是 Apple App Store。那这2个 Store 呢，其实就是帮你去管控你下载的所有的程序都是安全的，都是符合认证的，都是没有漏洞的。所以唯有在这2个地方下载的程序呢，才是有安全的保障。在这个以外的所有的 link 啦，或者是 email 啦，或者是网站啊，去下载的都有机会是带有恶意程序的这个 APK。那为什么不能够有这个东西呢？因为它没有在那个认证下面嘛，所以这一个 APK 里面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个程序是让人家你下载了之后呢，你开了一个后门，可以让骇客从后面去看你的密码。它是可以截取你的 SMS， 所以才会发生说，为什么有一些人讲说我没有收到 OTP 啊，为什么我的钱还是会被转走呢？那就是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它在后面已经是读取了你的这个 SMS， 甚至呢还帮你删除了你可能在你不知觉之中收到的这一个 OTP 的 message。那目前呢，大部分人什么情况之下呢，会下载到这一种在 Google Play Store 以外的这一个 APK App 呢？第一种就是贪小便宜，比如说你在 FB 的广告看到某一个很昂贵的商品卖到非常的便宜，大佬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第一，你可能會買到假貨；第二個就是他在引你去下訂單的過程當中呢，你就要去下載他們的這一個 link 啊，或者是 app 啊，到最後就等於說下載了這個帶有惡意軟件的 APK app 啦。還有一種情況呢，就像是心儀的小同事遇到了，他就是幫公司呢是負責預約這個鐘點工人來做清潔動作，結果呢這個清潔公司就跟他講說，哦，我們現在已經很先進了，你 download 我們的 app 去做預約就可以了。他一 download 了這個 APK app 之後呢，他的銀行就被盜提了，是不是很恐怖？防不勝防啊！好，来到了第3點了，也就是呢，銀行的資料外泄。比如說，這個銀行的安全系統是不是已經有做得足夠的沒有漏洞了呢？那銀行裡面到底有沒有出現內鬼把我們資料給賣出去，或者是做一些小動作呢？還有就是跟銀行合作的第3方服務，因為銀行有很多的東西都是需要外包出去的。那我們外包出去的時候，我們的資料勢必會在這個第3方的單位。那他們有沒有把這些資料轉賣出去，或者是系統不夠強大而被駭客入侵呢？這一些種種的因素都有可能導致我們今天所發生的這些事情。那麼盜提啊、盜刷的事件頻頻發生，我們到底要該怎麼做才可以保護我們的血汗錢呢？有6點呢是千萬不要做的事。千萬不要download我們剛剛講到有吹無暖的這一個 APK， 因為裡面呢確實是有機會隱藏了這些惡意的程序去竊取你的資料。當然也不是說所有的 APK 都是一定100% 有問題，但是你要download，你就是要承擔這個風險哦，對不對？啊，你 OK 的話你就 OK 了，你就download。要改啦。第2點就是，如果你收到的 SMS 裡面呢，會有一些什麼樣的 link 啊，那些可疑的 link，全部一律不要點開，說不定一點開你就已經開始download一個程序包了。
那第3个呢，也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有发生的，就是 email 里面的那个 link。根据我个人呢使用 email大概几10年的一个经历来讲的话呢，是不会有银行 send link 给你，叫你 click 下去填什么鬼 form 啊什么之类的。反正收到这一些不知名的 link， 就算是它的这个 address 啊，或者是它的这个 link 很像银行的名字都好，都不要点进去。第4点，千万不能够把你的个人的银行的账户跟密码泄露给任何人，包括你收到的这个 OTP 啦，或者是你的 tag 啦，都不可以跟别人讲。你应该不会跟人家讲啦，这个这种基本的，如果你这个也犯了，真的就是一个低级错误咯。第5点，千万不要破解你的手机，也就是俗称的 jailbreak 啦。有的时候呢，你想要用某一些 app 啊，可能对方就会讲说，你拿去 jailbreak， 那你什么鬼 app 都可以玩，你什么鬼网站都可以去。通常呢，这个时候就是你打开你的大门，给这一些骇客进来的时候啦。第6点就是千万不要使用公共的 WiFi。如果你使用公共 WiFi 的话呢，你很可能会让骇客呢透过同一个 WiFi 呢去窃取你的资料，非常的危险。至于 Bluetooth 的部分呢，也是一样。Bluetooth 的功能啊，蓝牙功能其实就是帮助你去跟其他人的 device， 就是别人的设备给连接的。如果你长期的打开的话，那代表就是你家的大门一直都在打开，是不是很危险？好啦，那最后呢，要给大家3个小叮咛，可以做的话呢，马上去进行。第1点就是你在使用网络银行的时候，要确保那是官方的网站，因为现在的一些诈骗集团呢，他们会模仿银行的 website， 然后就做出一个99.9%相似的这一个页面来骗你输入你的这个账号和你的密码，所以一定要很小心。比如说你看到一个 A 啊、一个 P 啊、一个 B 啊，都是怪怪的，一定要确保呢连接上面呢有一个小锁头的这个 icon， 那才表示是安全的哦。第2个就是你要确保你的手机的这个防毒软件有正在运行当中，并且呢有实时的更新。就算是其他就是不同的 app 都好呢，你也是要确保自己使用的是最新的版本。为什么呢？因为呢有的时候他们会更新，就是为了要修复这一些应用程序当中所出现的一些漏洞。所以如果你不去 upgrade 它的话呢，那个漏洞就是一直存在了，那也是相对的危险的。第3点。就是我也是要做这件事情。从今天起呢，要确保你的每一个密码呢要非常的复杂，要有这一个英文字母啦，要有数字啦，最好有一个符号啦。我知道这个是很难，因为有的时候到最后我自己都忘记我的密码是什么。那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你可以 set 一个 format， 这个 format 呢，就是可能你在最后的部分要加个年份，你每一年再去改变，以此类推，就是你整个 format 不要改太多，但是有一些部分又可以小改来做一个设计。不懂这个建议有没有用？好像越讲越心虚这样哎。好，今天呢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整理出来呢，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为什么最近呢盗题的事件频频发生。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可以保护自己呢？那如果你也很喜欢这样子的内容，或者是你也很想要知道的课题，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会收集你的这一些意见。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帮我们分享出去，点赞、留言、分享，记得要 subscribe。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我是英莹，拜拜。